谢之遥给人的初步印象就是一个淳朴善良且勤劳的年轻人，因为常年忙于事业的他忽略了在感情方面的培养，以至于都30好几了，连场相应的恋爱都没有谈过。邻居倒是介绍过不少女孩子，可谢之遥似乎都没有多大的感觉，哪怕是加了联系方式，最终也会礼貌拒绝。虽说爱情不能强求，谢之遥的态度如此冷漠，怎么找女朋友？红豆在职场中是个女强人，在北京打拼多年，倒是也谈过恋爱，就因为工作忙，两人经常见不到面就分手了。之后倒是有不少同事和客户的追求，可红豆一句没感觉就给全部拒绝了。这次来到云南，本想是让自己放松一把的，谁知竟然意外收获了一场爱情。然而他的意中人就是谢之遥。先不说谁先爱上谁的，总之但凡有红豆的地方，谢之遥的眼睛就没从人家身上离开过。再加上两人都是俊男美女，性格十分贴合，彼此之间又有不少的共同话题，能看上对方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可无论众人如何看好，谢之遥就像是犯了拖延症一样，迟迟不愿跟红豆表白，这不妥妥的直男吗？都说爱情是让人冲动的，可在谢之遥的身上愣是看不到一丁点冲动的感觉。除了讨好红豆之外，他从未告白过一次。眼看着3个月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周围人都开始跟着着急，反而是谢之遥如同定海神针一般，除了辟谣与红豆的感情之外，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了。连电脑屏幕都是红豆的照片，谢之遥却藏着掖着不敢吐露感情，这份懦弱着实让人有几分看不起。然而一次早餐之约让众人总算发现了谢之遥的真面目，原来他之前所有的直男行为都是装的。为了能够俘获红豆的一颗芳心，谢之遥平日里可是费了不少心思的，连一瓶小小的沐浴露中都藏着他的小心机，只为能够博取红豆的同情，还能跟女神近距离的接触一下。看来之前对他的看法却是错的。云南的气候是很温暖的，再加上环境优美，难免少不了一些小飞虫。按理说在选择沐浴露的时候，只要选清香且舒适类型的就可以了，可谢之遥唯独对一款蜂蜜沐浴露情有独钟。好歹是个大男人，整天把自己洗得那么甜，不觉得有些娘里娘气吗？后来才知道，他之所以用蜂蜜沐浴露，就是为了吸引蜜蜂，好让女神帮忙驱赶。有了这些小互动，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会更上一层楼。沐浴露也就罢了，平日里连吃饭都得按照红豆的喜好来。当然了，邻里邻居在一起吃个饭也没什么。可为了能够留下红豆，谢之遥可是把自家阿奶都给搬出来了。难道他忘了红豆只是一个租客？如果过分对人家好，是会让别人误会的。难道说谢之遥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对红豆的感情，好让大家都做两人之间的媒婆？不得不说，这个男人还是很心机的。红豆多少有些中计了。谢之遥喜欢红豆这件事已经在村里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可他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从不肯对外人透露自己的真感情，只是一味接近红豆，不住地散发自己的魅力，企图能够挽回些什么。可直到红豆临走前，他才恍然发觉，原来自己跟红豆之间的情感只能会被当成一个意外的邂逅，压根儿就没什么未来。成年人的爱情是非常苦涩的，明明都喜欢对方，却不愿意勇敢站出来，大胆地向对方伸一次手。在万众期待声中，谢之遥总算是告白了，而且那叫一个情真意切。送给红豆的手工项链是他亲自编制的，2个红色的圈圈彼此缠绕在一起，就好比自己对红豆的心意，想要两人永远粘在一起似的。项链很好看，但这场告白却显得异常残酷。红豆在云南待了3个月，在这期间，谢之遥有无数次的机会告白，可他偏偏要等到红豆决定离开云南的那一刻，从不敢鼓起勇气对女神袒露自己的心扉。不过相比于让红豆在事业与爱情之间做选择，谢之遥宁可牺牲爱情去成全红豆的梦，只因他爱她，不舍得让她陷入两难之地罢了。更何况去北京对于红豆来说的确是不错的发展方向。告白即是分别，红豆并没有因为谢之遥的迷恋而留在云南这个小村庄里面，看得出来她是个清醒的女人。但爱情这种东西不是清醒就能克制的。在车站分别之际，红豆还是忍不住提出了一个条件，想要跟谢之遥拥抱一下。起初对方是拒绝的，生怕拥抱过后就再也放不开了。后来想想，与其顾忌那么多，还不如用一个拥抱来结束两人之间的美好爱恋。